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貴金屬價格喺上個禮拜先跌後飆升，呢個似乎係夏季末反彈嘅先兆。黃金期貨價格喺禮拜五飆升至接近歷史嘅紀錄，但事有蹊蹺，究竟發生咩事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過去6日呢，金價有5日呢係上漲嘅，部分原因呢係市場預計聯儲局好快呢降息，以應對疲軟經濟嘅數據。紐約期金喺禮拜五一度觸及每盎司$3500附近，隨後就回落。截至8月9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8.27，道指報44,175點，標指報6,389點。納指報21,450點，黃金報$3,399，白銀報$38.39，鉑金報$1,342。有個消息咧，對黃金咧係非常重要喎。上個禮拜四，美國對瑞士進口稅上調39%，咁瑞士不幸成為徵收異常高關稅國家之一。瑞士係全球貴金屬精煉中心，而黃金係瑞士對美國主要出口產品之一。喺8月8號，路透社報導，美國政府將會對1公斤金條進行徵收關稅。受到呢個消息嘅影響，紐約黃金期貨價格上漲，並且超過倫敦黃金價格。美國黃金期貨價格喺禮拜五飆升至歷史新高，擴大咗紐約期貨同埋現貨價格之間嘅差價。黃金期貨價格上漲$40.4，漲幅1.1%，至每盎司$3,494。盤中最高觸及$3,534，打破咗4月22號創下每盎司$3,509。喺白宮表示將澄清對貴金屬嘅關稅後呢，黃金期貨幾乎回吐所有當日嘅漲幅。如果新關稅真係實施嘅話呢，以目前金價計算$3,399，再加39% 關稅呢，金價將會升至$4,724。不過我預計美國政府必須降低或者豁免從瑞士進口黃金嘅關稅。貴金屬價格喺上個禮拜先跌後飆升，呢個似乎係夏季末反彈嘅先兆。睇起嚟呢係咁樣嘅，但真係又會唔會咁樣呢？跟住呢，我哋將研究呢個問題。上個禮拜五嘅消息確實令人不安。鮑威爾目前強硬嘅立場呢，好大嘅程度上呢係基於美國勞動力市場強勁嘅預期。然而呢種樂觀嘅情緒被徹底打消咗啦。不僅7月數據低於預期，而且6月同埋5月份嘅數據呢也被大幅下調至幾乎0。隨住美國經濟陷入呢個衰退，可以預期聯邦基金利率最快喺9月下次議息會議上咧開始降低㗎啦。事實上 FedWatch 工具顯示，繼上個禮拜觸底40% 之後咧，喺9月份嘅會議至少降息25個基點嘅可能性咧已升近90% 啦。隨着降息即將來到，而且降息幅度好可能超過市場嘅預期添。咁貴金屬嘅價格是否會喺夏季末迎嚟反彈呢？黃金價格上漲嘅季節性呢，表明時機已經成熟㗎啦。但係如果我哋要做到呢一點嘅話呢，需要發生幾件事。首先，亦都係最重要嘅事，就係美元指數需要回落至關鍵短期移動平均線以下。自上個禮拜五消息公佈以嚟嘅大幅下跌已經開啟咗呢個進程，但係美匯指數咧需要繼續下跌嘅，先至可以為投機者每日買入 COMEX 黃金同白銀嘅期貨。黃金若要最終突破走高咧，必須守住並重回$3,400上方嘅支撐位，並守住自身短期嘅移動平均線。突破咗呢個$3,400之後咧，
價格可能再次嘗試上行嘅突破。一旦突破咗呢，價格就應該迅速上漲至$3700左右。如果黃金最終即將突破當前嘅盤整呢，咁樣白銀呢好可能呢亦會隨之上漲嘅。最近9月25號 COMEX 合約關鍵水平為$37.5，一旦價格以每日收盤價回升至$37.5以上呢，咁突破前期高點嘅大門呢將重新打開，價格呢將突破$40以上。總言之呢，夏季末嘅反彈時機呢已經成熟㗎啦，或將好快呢就會創下2025年嘅新高。股神巴菲特今年5月呢宣布今年底呢退任巴郡行政總裁。喺佢退休之後呢，巴郡首次公布季度嘅業績，截至6月底，第二季營運利潤呢按年跌3.7% 至$110億。集團更警告，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可能對未來業績呢構成呢個風險。但最近美股呢不斷創新高。彭博社報道，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同埋 Evercore 均警告稱，標普500指數呢喺未來幾個禮拜至幾個月內呢可能出現短期嘅回調，提醒客戶呢為股市回調呢做好準備。指出高企嘅股票估值同埋走弱嘅經濟數據發生衝突。摩根士丹利策略師 Mike Wilson 預計本季度嘅修正幅度可高達10%。關稅對消費者同埋企業資產負債表造成衝擊。Evercore 嘅 Julian 預計標普500指數可能下跌多達15%。Evercore 策略師 Julian 強調，儘管預期出現嘅波動，但股市長期牛市情景呢仍然完好。佢建議客戶繼續投資，尤其是嗰啲受益於人工智能熱潮嘅公司。德意志銀行嘅 Pawar 牽頭嘅德意志銀行團隊指出，從歷史上睇呢，標普500指數平均每隔1個半月至2個月呢就會出現約3% 嘅小幅回調，而每隔3到4個月呢或以上較大嘅回調。考慮對股市已經連續上漲3個多月，早應該出現下調咁講。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請按下鐘仔同埋點讚，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仲有你哋嘅點讚呢係好重要嘅，因為 YouTube 呢會根據大家嘅點讚率而幫我推廣呢條片嘅。好啦，現在請大家按個點讚先，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大家記唔記得上個禮拜5公布就業數據之後呢，引起市場嘅混亂，再次喚起市場對經濟衰退嘅恐慌。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各種自相矛盾嘅政策主張，捉摸不定嘅行為，亦不斷加劇市場嘅擔憂。穆迪分析首席經濟學家 Mark 警告，美國經濟正處於衰退嘅邊緣，不僅勞動力市場正在走弱，而且消費增長呢亦已停滯，建築業、製造業也正在處於萎縮之中。Mark 解釋指，過去1個禮拜呢，各項指標描繪出美國經濟正處於衰退嘅邊緣嘅景象，包括消費、就業都明顯面臨呢個壓力。佢直言，整個經濟領域都在凍結招聘，尤其是對應屆畢業生而言。上個禮拜公佈非農就業職位數據遠差過預期，而且前2個月嘅數據呢大幅下收。目前失業率仍處於低位，只是因為受到打擊嘅移民政策影響，外來勞動力驟減。雖然特朗普一直以嚟呢想重振美國嘅製造業，但佢嘅政策卻完全是相反嘅操作。關稅呢會令美國嘅工廠生產成本更高，喺成本價格處於嚴重劣勢嘅情況下呢，最終會導致美國商品出口減少，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壓縮工人階級嘅收入。而最近通過大而美嘅法案，結合咗對富人減稅同埋對醫療保健援助嘅減少，將會令中低收入嘅階層受到更大嘅衝擊，同時使聯邦赤字增加數萬億嘅美元。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Cauchy 亦稱，關稅政策咧正在損害美國製造業嘅競爭力，未來咧將引發前所未有嘅經濟下行。花旗銀行指出，過去3年市場一直擔憂高息環境會導致美國經濟步入衰退，因而購買黃金嚟對沖呢個經濟下行嘅風險。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咧，推動有史以嚟最大貿易關稅嘅議程，使美國進口嘅商品嘅有效平均關稅水平一直上升，甚至高於原先市場預期嘅共識，令擔憂進一步加劇。現貨黃金昨日曾升 0.69%， 高見每盎司3385美元。從技術走勢嚟睇咧，金價正處於橫行區嘅中間，區間頂部約為3450美元，底部則為3200美元附近。目前呢，仍未見任何明顯技術形態嘅轉變。相比之下，同為貴金屬板走勢更好啦，似乎呢仍處於上升嘅軌道中。現貨板昨日曾升2%，高見每盎司37.98美元。隨着金銀比回落至90水平，板試圖突破38美元嘅阻力位。如果能突破38美元呢，將推動銀價升向38.35美元嘅水平。短期內仍有充足嘅上漲空間。我哋嘅預測係咁樣嘅：1980年同埋2011年銀價曾達到50美元嘅高點，我哋可能要漲到200美元才能追平1980年嘅峰值。呢個預計係完全不離譜。隨着貴金屬需求上升，鉑金亦測試每盎司1345至1350美元嘅區間嘅阻力位。如果鉑金價格能突破1350美元呢，咁樣佢將觸及下一個阻力位係1400至1405美元。我經常講喺股災發生後金價會升上4000美元。不過有分析指，喺冇股災嘅情況下金價係會升過4000美元嘅。咁大家一齊睇下呢個分析啦。WisdomTree 列出從現在到2026年第二季需要關注5大宏觀嘅風險，所有呢啲風險都對金價有利嘅，就係貿易不確定性債務嘅軌跡、機構嘅品質、地緣政治嘅風險以及模糊嘅美元政策。喺貿易不確定性方面分析師指出，雖然同中國達成呢個初步嘅協議，但同加拿大、墨西哥同埋歐盟27個國家談判佢哋協議未達到市場嘅預期，並大幅提高咗關稅。雖然最終確定嘅關稅低於最初嘅總體數字，但仍然出示與現狀顯著嘅變化。黃金仍然係對沖不利貿易形勢嘅工具。美國並非唯一一個面臨政府債務不可持續成長嘅國家。從歷史嚟睇，政府債務上升同金價上漲有關嘅，尤其是喺人們對債務可持續性同埋潛在政策干預嘅擔憂加劇嘅情況下。特朗普一再批評將於2026年5月到期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加劇咗人們對央行獨立性嘅擔憂。隨着債務償還義務不斷增加，政治嘅因素對貨幣政策嘅影響風險也日益增加。佢大膽舉措將引發經濟嘅衰退㗎啦。冇錯，2次經濟衰退所謂嘅雙底喺1980年1月至7月，以及1981年7月至1982年11月。黃金作為預防性嘅資產喺經濟衰退時期表現良好。地緣政治風險係第4大嘅擔憂領域。分析家指出，國際情勢依然緊張。喺美國同以色列嘅襲擊之後伊朗已暫停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嘅合作。俄烏衝突持續惡化，普京同埋澤連斯基之間日益惡化嘅個人關係，降低咗短期達成和平協議嘅希望。最後一個宏觀風險就係特朗普政府嘅美元政策。分析指該政策模棱兩可，儘管不存在官方嘅美元貶值政策，但政府採取行動表明美元正在走弱，呢個將衝擊全球經濟嘅體系。咁樣嘅政策將顯著利好黃金。
牛市嘅情景假設關稅衝擊造成經濟影響嘅嚴重性，聯儲局被迫進一步降息，以支持不斷惡化嘅勞動市場。正如我哋喺2025年4月所見到嘅咁樣，債券收益率大幅上升，可能伴隨住金價大幅上漲。考慮到呢啲複雜嘅因素，假設黃金將受益於債務市場嘅動盪。喺咁樣極端嘅情況下咧，黃金需求咧將大幅增加。我哋預計咧5355美元嘅金價咧將偏向保守嘅。又到綜合今期嘅分析，8月新關稅將令企業成本增加，部分關稅亦會轉至消費者，將會影響消費嘅意欲嘅。過去一個禮拜，各項指標描繪出美國經濟正處於衰退邊緣嘅景象，包括消費、就業都明顯面臨壓力。最新分析指，聯儲局今年下半年將減息1厘，咁樣咧可以肯定美元貶值咧係難以避免噶啦。前面分析指，標普500指數喺未來幾個禮拜至幾個月內咧肯定會出現回調嘅。我相信最近黃金、白銀同埋鉑金嘅調整咧，喺8月下旬將會完結噶啦。我從基本面嘅因素分析，關稅引致通脹，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美元繼續貶值，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引致股災，股災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股災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初期，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